屏幕前小姐妹你们好玩。SP 三尾狐现在体服已经可以玩了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建模，不知道大家可以对这个建模打多少分呢？我个人还是很喜欢这个建模的。我在这里鸡蛋里挑一个骨头，好吧？背后的这个发型，这编的像一个中国结一样复杂，这个发型我不太喜欢，其他地方呢我倒是还是满意的啊。我大概给一个8分的评分吧。然后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并没有时装日文语音，所有玩家都只能听中文语音。若是心灵相通，人与妖又有何不同？反正就是泽城美雪太太她是这样的我，与你胆怯了吗？泽城美雪太太这一次是没有档期，所以呢只时装的中文语音。来点一下脚。苦有千年，变化无常，唯有真心不改。反正这些点触动作，我觉得做的都还挺不错的。背后还有一个樱花树啊，也非常符合这一个它的传记。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技能怎么样。首先，它的普攻平平无奇的一个普攻我们直接跳过。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二技能，我直接给大家做一个文字总结吧。二技能的被动可以让三尾狐先机获得一个不可驱散的吸收攻击力140%的护盾，维持1回合，并且回合结束后再次获得护盾。护盾存在的时候，我们的三尾狐是有一个免控的庇护效果的。在维持1回合护盾消失的时候，三尾狐回复剩余护盾80%的血量。先机还有回合结束后获得的不止护盾，还有3层名字叫做心焰的效果。这个心焰它是什么呢？它会自动检测一个回合内敌方有没有存在掉血量超过生命上限30%，且剩余血量不少于最大生命10%的敌方非召唤物目标。每检测到一个这样的目标，它会消耗1层心焰，发射一道198%伤害的单体攻击。每发射一次呢，三尾狐自拉条10%。那纸上谈兵终结前，我来给大家打一场实战看一看啊。首先，三尾狐在被动的加持下，先机获得一个有庇护效果的护盾，并且先机获得3层心焰。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三尾狐检测到场上有掉血量超过30%，并且剩余血量大于10%的单位呢，它就会发射一个伤害啊，然后呢消耗1层心焰，并且给自己拉条10%。到了三尾狐的回合呢，我们又会回复剩余护盾量80%的血量，然后回合结束后补充护盾量和心焰，这就是三尾狐的一个被动的效果了。我再来给大家补充一下三尾狐心焰的机制啊，那就是它的心焰可以在单回合内多次触发。什么意思呢？我秦明把跳跳犬的血量打下30%，然后三尾狐就会触发一次心焰的追击，追击又把它打下60%，它又会触发追击，一次性就可以把3发心焰全部打出去。来，一下2下，直接3发心焰全部打出去啊，拉条30%。这一点在斗技中和禅境队伍的战斗尤为明显啊！禅境一次性让对面的全体血量下降50%啊，三尾狐直接3发心焰全部打出去。削禅境的盾呢还是很快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3技能，3技能很容易看懂，我就不给大家做文字总结了。首先3技能附带着一个类似于被动一样的效果啊，这个类被动在3技能里呢就是不会被菠萝那些给封印掉。3技能让它在使用普攻或者单体技能的时候附带20%的吸血，并且额外对目标附加一个叫做呼应的东西。释放3技能的时候，可以对敌方单体目标造成145%的伤害，并且再对敌方群体目标再造成145%的伤害，而且攻击时敌方的生命比例每降低1/4，则追加一次145%的伤害。而这个呼应是什么东西呢？呼应是一个记录印记，上限1层。
造成伤害时移除，并且可以通过三尾狐的3技能手动引爆这个符印。这个符印可以让目标造成已损失生命值 50% 的间接伤害，不超过三尾狐初始攻击的 1000%。我们来实战展示一下这个3技能。在3技能的加持下，三尾狐的单体攻击都会给对面附加上叫做符印的东西。来，我们附加一下 ，OK， 跳妹就被附加上了。那这个符印呢，会在跳妹的回合自动引爆啊，造成三尾狐不超过三尾狐攻击 1000% 的一个间接伤害。那在跳妹的回合就引爆了。当然，这个符印也可以经过一个手动引爆，我们来手动引爆一下看一看啊。我们直接开3技能，就能手动把这个符印引爆啊。其中3800多的是三尾狐本身打出来的伤害，6000多的是符印炸出来的伤害。那现在跳妹的血量已经低于 75% 了，再由三尾狐攻击跳妹呢，就会多追加一段。那看见没有？3000多的是他的一个伤害啊，然后呢10000多的是符印炸出来的一个伤害，这就是三尾狐的3技能。说了那么多，我个人觉得应该已经把三尾狐的技能展示得很清晰了啊。那这个时候屏幕前的你可能就会有一个疑问，既然三尾狐能够记录伤害啊，是不是让你想到了 SP 灭灵器？我们可不可以让三尾狐替代灭灵器和石灵阵容里的须佐之男进行一个3重套娃，来让那个套娃阵容达成更高伤害呢？我在这里斩钉截铁的跟大家说，不能，因为它不超过自身初始攻击的 1000%，给的这个数值实在是太保守了。我们来看一下灭灵器数值，灭灵器数值是全场友方初始总攻击的 4000%，三尾狐是自身的 1000%啊。大家能感受到差距了吗？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录屏，我们的灭灵器的伤害都已经达到炸一次200多万了，三尾狐炸一次才有20万伤害，这20万伤害就是三尾狐的上限了啊！我们把这一段录屏快进一下，到达最后啊，这个队伍最后3分钟，打到3分钟之后，三尾狐的上限还是只有20多万，这个就很让人难崩。那么这个三尾狐队伍呢，最后伤害成绩是6600万啊。我们把相同的御魂给它放在须佐之男的身上打一场实战，看一看有多少差距。须佐之男不仅自身的伤害比 SP 三尾狐要高很多，并且须佐之男的高攻击还可以有效提升 SP 灭灵器炸出来的伤害的上限。那这边 SP 灭灵器每炸一下都比三尾狐队伍呢要多出10多20万，最终呢成绩是整整超越了三尾狐1100万啊！在这里说一个让大家谈笑大方的事情啊，你不要说跟须佐之男比了，你连 R 卡的三尾狐都打不过，你相信吗？我这边把御魂原封不动的放在 R 卡三尾狐身上，最终完全相同的队伍，完全相同的御魂 R 卡三尾狐的最终成绩，我们来看一下啊。灭灵器，灭灵器最后没炸出来，就算灭灵器最后没炸出来，也是比 SP 三尾狐多了100万的伤害啊，这就挺让人难崩的。总而言之，对于 PVE 来说呢，长线副本对群肯定是不如孔雀啊，对单呢，不要说跟须佐比，甚至连自己的 R 形态也比不了。那短线副本呢，它那个新验的动画又非常的墨迹啊，所以短线副本好像也没啥就业岗位，所以目前第1版的 SP 三尾狐，我暂时先给它的 PVE 宣判死刑。至于 PVP 的强度到底怎么样呢？ PVP 我个人是不太敢评价了啊，但是呢，我也是实战了几局，给我的感受就是，你如果给三尾狐纯堆输出御魂的话，它拆镜子的那一个盾还是很快的。但是如果你不走输出路线啊，比方说给它带点速度，或者说直接给它带控制御魂，那拆镜子的盾基本上就很难拆了，很刮痧了。所以在 PVP 里，它到底克不克云外镜，
或者说克不克其他式神呢？这个就交给屏幕前的各位自行评判，或者说交给斗技大佬自行评判了。以上就是出版三尾狐的一个 PVE 还有斗技里的一个实战表现，希望对屏幕前的你有所帮助。最后不管怎么样啊，祝屏幕前的你欧气满满，一发入魂。再见。好看是真的好看呀。